网友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暴民说。俄罗斯呢计划研制安124重型运输机的替代机，他们能够实现目标吗？是否拥有重型、超重型的军用运输机，一直是衡量一个国家是否拥有统治世界的雄心的标志。到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啊，前苏联是建立了强大的航空队，骨干是当年先进的伊尔76、安22和安124。大型军用运输机的总数达到了450架，苏联的利益遍及全球啊，运输航空兵发挥了巨大作用。苏联解体以后，军事运输航空兵进入到困难时期。从1992年到2015年，俄军运输航空兵没有获得任何一架运输机。后来开始深度升级伊尔76MD 和伊尔76MD90A，这是空天军当时最先进的军用运输机。但是伊尔76有一个问题，它的货舱空间只能装入空降兵的装备，其余的重型装备必须要拆分才能勉强的装入。本来载重60吨的伊尔76应该是有余量运载俄军的任何坦克的，但是没有侧向裙板的特七2宽3.37米，而伊尔76货窗的宽度只有多少呢？只有3.45米，很难装入。而随着现代战争的需求的变化，俄罗斯陆军的主战装备不可避免的会更重更大。当前呢，俄军载重量80吨的安22和载重量120吨的安124数量严重不足。安22呢，适于飞行的总共只剩下3到4架，安124也只剩下了16架，能用的可能不超过5架。这与拥有52架 C5M 银河重型运输机的美国空军是无法相提并论的。在重型运输机的数量上，美国比俄罗斯多3倍。而且美国还拥有 C-17环球霸王3，最大的载重量是77吨，数量上优势巨大，一共有279架。俄军呢在努力的弥补与美军的差距，其运输航空兵近期呢将扩编10%左右，但是在大型军用运输机的研制上存在着一些困难。俄罗斯原本在广场集会之前，同乌克兰呢签署了采用 D18T发动机来量产安124的政府间的协议。原来打算在扎波罗热生产发动机，本应该在2016年的乌里扬诺夫斯克航空制造厂启动生产计划，但现在这一切全都鸡飞蛋打。是否可以采用俄罗斯国产的发动机来恢复安124的生产呢？唯一适合的替代品是来自图160超音速轰炸机的 NK32巨型发动机。它的加力的推力甚至比扎波罗热的 D18T 还要强劲，但是遇到了技术难题。首先是尺寸 ，NK32的直径呢比安124原来的发动机小很多，但是却长不少，而且 NK32的耗油量增加1倍以上。如此费油的发动机，不仅使任何商业运输变得不可能，而且将大大的缩短新型安124的航程。每架安124要增加1倍以上的燃料。尽管存在着诸多明显的基础性的问题，尽管要将尺寸严重不匹配的 NK32精确地装入原 D18T 的发动机舱十分困难，但是这一任务在项目组的努力下还是可以完成的。俄罗斯呢已经确定了未来军用运输机的研发路径。去年5月，以俄联邦国防部名义提交了专利的申请。2022年末呢，又公布了假想图。不仅是俄空天军在期待新型军用运输机，俄罗斯基于伊尔96平台的远程航线的民用客机也需要重型动力装置。好，这句话题我们就说到这里。